来呀、来，朋友们，赶快上来哈！来到我们直播时间了哈。来上来的朋友，麻烦先点赞、转发、开启小铃铛。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快乐！我们还在卡军购，我那个东西我没有很关心的。他们越卡军购表示什么？压力很大，他的压力很大。共产党给他这次可能下了死命令了哈，他没有办法。做人何必安呢？是吧？像我们这种自由自在的人，我们永远做自己，永远做自己，谁也没办法给我们施压嘛，是不是？人施压，人被这种压力下很痛苦的、啊，你觉得吗？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自己的主观意愿啊，那都要看别人的脸色，他怎么会快乐呢？新蛙，我讲实在啦，很多人没有学会这一点。其实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快乐一点，是吧？你会真的钱都是身外之物，都是非常非常虚无缥缈的，对不对？但是有几个人真能看透这些东西呢？真的来追求你心灵最高的嘛，最高那个愉悦的嘛。但是一般人做不到了哈。为什么常常讲？我今天为什么做这个题目呢？因为我实在是有感而发哈。现在的世界啦，各位你想想看啦，现在世界马上进入 AI 时代了。马斯克讲什么？他的未来的发电厂是在太空嘛，所以地球上以后最大的算力啦，最耗电的那个叫什么 data center， 那个资料中心的算力全部放在不是太空哦，就是轨道上嘛。他说要发100颗卫星嘛，100颗卫星，然后呢可以取之不尽，用太阳的能量发电，然后这个算力的电解决了之后，其实地球电就不会不够了，地球电就不会不够。以现有的发电量来讲哈，把这算力都拿到太空去，地球电就不会不够。然后呢，当地球已经走入到那一个层面的时候，人的价值真的非常非常的什么，非常需要你去思考的问题。我说我连被你说我说剥削劳工、血汗工厂，不好意思，你连被剥削的机会都没有了，世界就会变成这样子了。所以我一直认为今天的题目很枯燥了哈，所以我一直认为啦哈，未来维持这个世界的大概是道德了、宗教了，只能靠道德跟宗教来维持这个社会规范，否则你资本家人压迫我这个劳工的这意义都没有。我到底怎么谁要去有能力的人愿不愿意去建构这个世界的规矩呢？对不对？建立这个世界规矩，让一般人过得好，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你又不能你又不能受到我的什么？我又不能压迫你，我又不能榨干你，对不对？我去榨干 AI 就好了，我去榨干无线电力就好了嘛。所以这个东西未来会很多人会觉得很惶恐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天命，你不觉得现在高阶的人都已经开始走路在谈天命，谈生命的价值了？否则你再去追求名跟利了，马斯克说什么？再过10年了，你的钱都没用了。不要去学什么医学了，那些都没用了。学医学啦，学电脑程式设计啦，这些都没有用啦，因为这个 AI 随时可以取代掉了。人是要对吧？那个天差地别，那个大变化已经来了嘛。他完全要什么解放你的思想了。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跟上这一波，然后我觉得反而比以前更严重。很多有钱人啊，
自杀率有钱人比穷人自杀率高啊。当他什么都有的时候，我说当他什么都有的时候，他反而找不到生命的价值。哪怕说以前农民天天种地，因为他为了下一碗饭要吃饭嘛。你现在眼睛看哦，那个农民很辛苦啊。可是有些农民他只要能够自给自足，他的精神状态是饱满的啊。今天种了很多地，收获的很好，我都好高兴哦，今年全家可以吃饱了。那你如果现在说我让你全家吃饱，你都来听我的，你愿不愿意做到？因为你的欲望已经高了一个层级，你已经不再只需要什么欲望了，只需要吃饱了。所以说，人开始要走入精神生活，我跟你讲，所以马斯克不是讲，黄仁勋讲，未来是品味跟什么，跟同理心嘛，品味跟同理心啊，其实这个东西有很大部分在天命上。你说那些畜生道来转世，他知道什么叫品味吗？他知道什么叫同理心吗？一群恶狗扑食啊，一群野狼扑食啊，你觉得说，野狼，你要有同理心哦，你要留一口给别人吃哦，你有可能吗？有可能吗？是吧？动物性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哈，动物性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未来很多人会讲天命，天命什么？我真的认为啊，只要你出生为人，应该都有那个智慧成长的空间的。只要你既然哪怕你是出生到来的，你既然能够修行到成为一个人了，那你一定带着很大的天命来的。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那我从出生到修行到人道，然后呢，我就是为了吃喝嫖赌，不可能这样的。你走的路是希望你修行的更高嘛，对不对？所以说，大天命者通常无师自通。你发现哦，我真的发现，我遇到过那个真的天才的孩子。天才的孩子，你教他东西一点就通。以前我在教我儿子的东西，我教我儿子，我跟你讲，我真发现我一点就通。我都很怀疑，你这个是不是上天？你是前辈子带来的记忆？我们那种笨的人呢，像我们这种年小时候很笨的人，那老师一遍又一遍，我都不一定听得懂。可是我跟你讲，我遇到那些真正聪明的孩子，一点就通。我那时候讲说，这个家伙啊，你是不是上辈子的记忆没有减少，没有除掉？为什么你这些东西，你为什么好像这些东西本来就在他的 data 里面的，他的 data center 里面，在他的资料中心里面是存在的，你只会把它点一点，要把它拉出来而已嘛，而不是说我跟你讲，这个是我教你这个东西怎么样，不是，它本来就存在的，所以这叫天命，天命都无师自通。而且我跟你讲，像我学电算系的哈，我跟你讲，搞软体搞得最好的都不是我们这些专科的，不是我们这些是什么学本科这些东西，都是一般的什么年轻人自己喜欢的，自己喜欢这些东西，他们反而比我们更有成就，你知道？我们当时哪懂什么叫电脑？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电脑好像很时髦，这电脑什么分数很高，我嚣张一下，我来填一下电算系，被我考上淡江电算，那时候分数很高，你看一下淡江电算当时是很高的。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好不好？所以我没有学好。他哪天写程式，写两天2夜，一跑不出来，有 bug 要除虫，我们就要把那个 bug 拿出来嘛，要找出来啊。自己写的你怎么知道 bug 在哪里？你可能帮别人看，也许有可能看出来，看自己写的东西你根本看不出哪里有问题。除那个虫有时候写2天，除虫3天晚上，干嘛都疯掉了，我的啼笑，知道？我这个人喜欢打球、喜欢玩的人，我坐不住，所以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错就是什么？这个最大的错就是学电脑、学电算，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天命嘛。如果我们很年轻就知道天命的话，我根本不会去学电脑，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天命啊，不是我的天命。真正你找到天命，就是你无师自通，而且靠的是直觉跟什么？跟潜意识。不是苦学啊，老大，当你要苦学的时候，你这个科就不适合你啦。真的，我看，当你在某一个东西你要苦学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就不适合你了，好吧？真正的天分就是什么？靠潜意识，靠直觉。
我的人生我的人生一直都靠直觉，所以直觉有大部分对了，但也有错的时候，所以我也有亏一屁股的时候啊，是吧？我直觉也有错的时候了，但是像我们这种人一辈子靠直觉，你说的让我哇，一分析啊，我不愿意这样，我一切都靠直觉。但是当我来做自媒体之后，我发现我的直觉非常有用，非常非常非常有用。因为这个应该谈不上什么专业了哈，就是说，可能对未来世界的那个什么观察，我们比别人更用心一点，所以直觉哈，前提要怎么样？你说我什么都靠直觉，那如果你的心是龌龊的，是肮脏的，你那个直觉，你那个潜意识一定是什么？一定入侵的是魔。所以如果你想要无师自通，想要靠直觉、靠潜意识，你的前提必须你是个很善良，因为善良所以纯粹，因为纯粹所以干净，所以要无染。所以有人说啊，你用两个字来形容是一辈子，我说过啊，我的一辈子只有两个字啊，是干净啊。我们的人格从来不会让自己什么，自己的思维走偏一点点，我们很快就把它拉回来了。有时候会走偏的，我把它拉回来。所以这样的话哈，最后才有机会什么，明心见性，就是把一切东西都看得了然于胸，你不会困扰，你不会说哎呀，那边呢，下一步我要怎么走？我现在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哈。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彷徨，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不懂，我的人生要往哪里走，我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因为那时候没有找到自己，所以你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而且常常出错，越错越没自信，最后就变成什么？变成放纵自己了。算了，那什么都不要玩了，那就开始，所以说啊哈，也许啦，像这样元宵节这么大的日子啊。如果有人有这种想法的话，跟我有这种困扰的话，我只是说把我这一段时间的一种感受吧，我个人的感受，我个人的理解，我个人走过的路啊，希望跟有需要的人分享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段了，不过我觉得应该要讲了，因为这个东西哦，千金难买，我告诉你，这辈子不会有人跟你讲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一辈子有些不要说老师啦，你最亲近的父母，你的亲兄弟姐妹有没有人跟你讲过这些啊？这是台湾教育最悲哀的地方。真正重要的东西没有人教你啊，真正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一个技能，甚至一个什么，没有人教过你啊，让你自己是什么默修啦，自己去啊，你默修的时候，当然你可能就什么沉下去了嘛。这是台湾的教育最失败的所在，呢，真的非常失败的地方哈。对啊，确实哦，这个世界哦，天分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自认我是个天分不高的人。为什么我讲这个？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天才，天才的人不一定他的什么，他可能学东西比我们快，可是他悟道的程度不一定比我们高。所以我是一个很晚才什么，很晚才成熟的人，就是说一直智慧没开了。我国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非常的努力啊，我每天晚上到学校去什么晚自习啊，搞到10点9点10点，我嘛是读无啊。我国中我读无，你知道吗？就是说像那个三民主义啊，像国文那个，我一读就忘。我考试最差永远都三民主义跟国文。可是理解的东西我可以考得很好。我那时候常常讲了，考物理，你只要给我时间够了，我可以给你考100分了。你不要给我限制时间，让我一张卷子丢在那，让我考1天的话，我绝对每一题都给你考100分。但这些东西我有这个天分，但是我们被强迫去学什么三民主义，他妈的这背那些我哪里受得了？所以说我们的教育真的台湾人到这个时代要重定一些真的适合每一个程度的人的教育方式。还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三民主义了哈，甚至国文那东西说，我认为也不重要了。
渐渐的不要再去读什么文言文了，那个是全世界最没用的东西啊。文言文是干嘛的啊？文言文是中国文人装逼用的啊。中国的文人，古代文人为了表示我有读书，我有读书，我跟你不一样啊！你这个他妈泥腿子跟你不一样，所以我把简单的一句话浓缩成几句叫文言文嘛。学那个是来装逼的，不是来沟通的哈。沟通最有效还是白话文嘛。所以我们讲民国初年，胡适推广白话文运动嘛。哎，这很了不起哎！这你说民国初年呢，所以我中国人一直怀念民国10年呐、啊，那个是中国最辉煌的时代，大师辈出。到今天，民国之后都没出过大师了。我跟你讲，有吗？讲了我看看。当然了，台湾的科技开始走入一个境界之后，我就问了，台湾的科技不算的话，中国到今天有出一个大师吗？一个都没有啊！跟你讲，民国10年出了一批大师啊，结果到今天还在消费这一批人啊。中国到今天还在消费民国10年这一批人啊，中国这些人没有出过一个大师啊，可不可笑？可不可笑？中国朋友，你们该追求的是什么？民主自由啦！你们不要来天天来什么打压台湾啦！你们应该什么找到你们的路，就是你们真的开始走民主自由的话，我可以跟你保证，以中国人，我见到中国人天才之多的哈，你们绝对可以很快超越台湾的。是制度害死你。是毛泽东害死你，是习近平害死你，不是外面的什么美国啦、什么台湾啦、日本，这些都伤害不到你，打压不到你，打压你的是你们家的共产党啊。对啊，我们就说民国10年文风之什么是自由的，是不是？我不讲过了吗？梁启超算他妈个屁呀、啊！为什么梁启超这样的时候是一个时代的领袖？他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报纸叫《明报》啊，他是一个报纸，他可以自由的发表他的言论嘛，他可以开发他是什么推广他的民主理念嘛，他民主思想嘛。那我问你，如果那个时候不是民主时代，不是共和时代，袁世凯一下就把你封了，到今天中国都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报纸，一个自由的报纸。民国10年有所以你说民国那段时间是中国的黄金时期。中国人，你要去弄懂什么叫黄金时代。你们该追求是推翻共产党，让中国再回到民国10年那种文风鼎盛、那种什么百家争鸣嘛，那种自由的氛围嘛，对吧？不然你看什么到今天中国人还在消费民国10年的所谓的大学者，你们他妈100多年没有再产生过一个大学者，他妈丢不丢脸啊？是不是？丢不丢脸啊？你们得过几个诺贝尔奖？台湾都没有比你们少。台湾有李远哲、丁肇中，台湾有几个啊？台湾那么小，他们这什么诺贝尔奖不会比你们少啊？是不是？就是这个就是重点。你们应该追求的重点是什么？当然，这个一定要独立思考能力啊，发挥出你的天赋、你的天命，让自己的思考走入独立的空间，就独立，我不被别人影响，我走入我们自己的独立的思考空间。这样的话，你一窍通就一通就百通。今天我们群组也多分了你哈，70块懂了，谢谢。廖总，川普打地面战会损失惨重，他会敢打？中共机器人量产的话，地面战有胜算？这个东西我只能跟你这样讲了。中共有机器人，地面机器人，美国没有吗？这个东西台湾也可以做啊，那个不是很高科技。以现在来讲，这个东西你也我也有了哈。地面战，美国应该，我认为这个地面战不会像什么，不会像当年陷入几个什么阿富汗啊，那个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阿富汗人同仇敌忾。伊朗不是这个样子嘛？我不是跟你讲了吗？伊朗是20%的什么亚塞拜疆人的人嘛，他少数统治多数嘛，绝大部分的波斯人是热情奔放嘛，所以说你看现在女生一下子摘掉头套，然后开始跳舞，YMCA 每个人都在跳这个嘛，这个表示什么？这一批被压迫人站出来了嘛，所以
没有什么不敢打地面战的，而且我觉得川普最近好像地面部队已经最近会进去了，而且我跟你讲没有那么困难了，别傻了好不好？阿塞拜疆那个才多少人，他效忠，当然他有效忠他的人啊，这狂热分子怎么会没有呢？但是狂热分子很快就被灭掉了，我跟你讲，他们指挥系统50个被灭掉了。今天还跟一个中国朋友，好多人没见到中国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嘛，然后聊了很久，他说对啊，他说妈的，美国一天干掉伊朗40-50个最高的领导人，可是我们中国呢，习近平一下干掉了100多个，习近平把他们真正最高领导100多个一下干掉了，那你就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怪谁啊，对吧？所以这位朋友的问题哦，我就没有那么难了哈，没有那么难。地面战当然有绝对的胜算，因为什么？波斯人会起来抗议，波斯人会带入党嘛，带入党啊，中国最多带入党啊。八国联军2万人要打进北京城啊，他说怎么打不进去？有人说来，我带你们从一个地下道，一个暗沟里面走进去，这带入党。中国人现在到处都是带入党，每个人都发誓要当带入党，说你们台湾打过来的话，我帮你们当带入党；美国打过来帮你们当带入党啊，就是说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因为它内部的结构20%统治80%的人本来就很不稳定，那靠的是枪杆子，但靠枪杆子现在这些被压迫人有美国支持嘛，盟军打进来了，我还怕你什么？我怕你20%的枪杆子吗？而且波斯人比中国人有骨气的，他们也知道要拼一下没关系啊，该拼一下就拼一下哈。好，所以你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太大的问题啊，不是太大的问题。加一饼60块，短谢谢。带入党啊，都带入党。这个你看，这个三民主义光复民国啊。你们台湾只要打过来，我买车买房捐款给卖车卖房捐款给国军。对啊，你们本来讲说啊，这个人好像是小粉红，我跟你讲，会来到我们这边都不是小粉红啊。但是他有时候他那个观念比较陈旧，所以你也不用太那个啦，不用太生气了。他们这观念比较陈旧，他们要靠我们这样慢慢把他带过来嘛，就是我当年在中国做了那么多年的那个什么。传播真相，我启发了很多人啊，带动了很多中国的什么民主思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我现在不主张把这些什么小粉红踢了嘛，他要来听就让他来听嘛，对吧？一来听啊，他来听，对他未来的想法很重要嘛。所以我说，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中国朋友，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啊。当所有人都上街要推抢的时候，请你也跟着去推。我没有要求你抛头颅洒热血当第一个冒出头了哈。我没有说让你第一个冒出头去那第一个被干掉了哈。当已经很多人上街的时候，你也要跟着上街，那个很重要，各位，那个很重要。这表示什么？你是有血性的人，你是个有血性的人。这要求不高哦，而且要求很低。我一直是中国朋友讲啊，不敢要求你们第一个站出来抛头颅洒热血了，但是其实那个氛围形成的时候，你一定要勇敢的站出来推把，因为那个关键快要到了。那个关键，你如果再不站出来推一把，我跟你讲，你的子子孙孙永世当奴隶。这一代人不拿起来拼，你哪里有民主？如果是我了，我认为了，如果说我会站出来拼到底了，能活下来最好。台湾这个国家永远变民主国家。如果不能，那么命就交代到这里了嘛，是吧？有什么好遗憾的，对吧？人生有什么好遗憾呢？人生本来就是为了一个理想在奋斗。阿伯，你的为什么奋斗？好，我就问各位啊，你的人生为什么要奋斗？不就是为了让自己让家人过得好日子吗？哪怕用命来换又如何？没有什么奇怪的哈。对啦，这些狂邪军他们都是带入党啦。其实你看啊，你虽然看他们讲话有点不太舒服，但是没有办法，他受的教育都是这样。但是他骨子里是看懂这些东西的，对不对？我们讲的都是多么文明的话，他怎么会听不懂呢？
对啊，伊朗9岁女生，你不知道伊朗他们娶老婆娶9岁啊，他妈这个不是畜生是什么？这种政权你还不把它推翻啦、啊？哇，这么还有人在那边讲伊朗怎样这样，中国今天还在歌颂这个神学世界的人，他妈的是上辈都畜生来转世的，我跟你讲，一个不要说宗教了，正常人都不能接受的东西啦。正常人都不能接受的东西了，为什么一个神学士，一个什么搞宗教的人，可以去娶9岁的女人、女孩子，那些孩子呢？我他妈的操你妈！这些王八蛋，这些人下19层地狱！我跟你讲，下19层地狱。你看，这越坏的人哦，越什么性变态，你知道？我跟各位讲了，那个叫性变态了。没有一个正常男人不会去那个小女孩，那个就你早嫁。你孙子那样的大姐，你怎么会对他有那种幻想啊？我一直不能理解，因为我一直喜欢成熟的女人，成熟风韵犹存那种成熟的有魅力的女人，我真的对那些完全不能理解。所以我为什么我对孙伦非常大加挞伐？孙伦不但娶14岁，大月勋14岁，而且大月勋生的孩子他没有管人家的。那个时代的女人跟被老公抛弃，然后带一个孩子，他只有死路一条。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女人可以出来上班赚钱养家，知道吗？各位，那个是如果大月星如果他的娘家没有资助他，他死路一条，他跟他孩子一样死路一条。孙文就喜欢卡小啊，人说可以风流不能下流，孙文是绝对下流，好不好？畜生级的下流的恋童癖。所以有些东西。同样这种东西你要很多角度去看今天我们的群组里面有一个人在骂王定宇啊，他说王定宇一个女人换过一个女人没有资格做我们的立法委员还什么不能损伤的，我就把他踢了啊。他说你为什么你不是说只要反共就是从我说对，反共就是我的同路人，可是我们这里不管人家房间里的事情，不好意思我不是上帝，我没有资格去评断王定宇有没有男女关系。有没有男女关系？王定宇他老婆的事跟我们有他妈的什么关系？况且王定宇有没有男女关系，我们还不知道。我说我就给他写，你教王定宇有没有一个女人换过一个人，我不知道，但只有你知道。你是不是什么剧中人？我怀疑他是剧中人，要不然他怎么知道这个？然后你不是剧中人，你怎么会为这个事情那么愤慨呢？可能有些是粉丝，你知道。粉丝太爱这个人了，结果看他有女人，他就受不了。我认为是这样。我现在在群组很少踢人了但是我说一句话民进党是我们的友军，我只批评民进党的政策，我不批评民进党的人格。况且这种男女方面的事情，根本不是你能智慧的，对吧？人家房门关起来人家房门关起来，人家房间里干什么？跟他妈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够奇怪，人怎么会无聊到这个程度你说，哎呦，如果功成名就把老婆抛弃，这个人都不好你怎么知道是谁抛弃谁？两个夫妻天天吵我见过了其实我很多同学我那时候上几个月去一个同学家，一个台湾做艺品做最大的最中大盘那个同学家去那边聊天嘛。我讲哎呀，恁阿某是感情较好我说很多人都把离了几次婚了，看你们还没有离婚我就用一种互唱互水了。结果呢，因某就讲哎呦安就开始在我面前抱怨。我讲不要抱怨，有本事离婚。我跟同学讲梁用干了你名才离婚，若无办怎么抱怨？你两个先讲你的，你哪呢？你不是应该劝解？我不劝人家这个啦。夫妻间你自己考虑清楚，不行离婚，完了妈的，大家都有生存的能力，孩子都大了嘛，对不对？离婚你又不会饿死既然你们要在一起，你们就好好的在一起若不要打刚可能有些人就喜欢我天天吵天天闹，但是他又分不开，还是你的命不要拿到这边来讲我们没有兴趣听你们家那种你们这种老人的性生活，我们一点兴趣知道都没有。我跟你讲，一点兴趣知道都没有，好不好？所以人应该把这个东西，把男女关系要看得这么开这么透了。
这个世界不一定是男人甩的女人啊，对吧？我记得我跟我老大离婚的时候是嘛，我那时候是很生气一件事啊，就是我中国工厂出事嘛，然后不说了，然后他不愿意帮我嘛，然后我就说那离婚啊，我靠，我跟他讲这个离婚了，来隔天把那个什么离婚资料就传了后啊，证人都找好了，盖好章了，只等我签名盖章哎，我到底是我要离婚还是我被离婚？我看今天也没有搞懂啊，对不对？是我要离婚还是我被离婚？各位，但有差吗？没有差别嘛。现在我觉得我过得很开心。我说现在在找一个人的生活，我可能先起笑，我不骗你，我可能会疯掉啊。所以说，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对跟错，不要用你的价值观去评价别人，甚至用这个东西去评价什么？评价政治人物。所以今天那个在群组那个批评王定宇被我踢了嘛，因为我没有觉得王定宇男女关系很乱，就算有很乱，那他老婆该管跟我有什么关系？管到人家床上去了，你怎么够无聊？你知道吗？人怎么会这么无聊呢？你以为是上帝啊？你不是上帝，好不好？先把这个价值观弄清楚，好不好？啊，况且啦，对友军不要要求太高了，他只要我是说嘛，只要你反共，大家都可以成为什么，就同一个战线的人啊，何必要用那么高标准是要求别人呢？说的好像自己妈的自己保着这一辈子没有出轨的人，我可以跟你讲，1000个找不到1个，男女都一样，卖给他骗了。你们不要不揭示照这种现实啊！你自己躲在自己的想象里面，不要躲在真相是很可怕的，很无情的。但是我可以跟你讲，这个世界上不管男女，一辈子没有外遇的，基本是0。我现在都已经不在乎这个东西了。当然，我现在没有老婆了哈。如果我现在有老婆了哈，很多人说：“哎呦，你老婆出轨了。”我以前一定会吐血而亡，现在我说好啊，很好啊，叫她回来嘛，叫她回来，明天就离婚嘛。我成全你还不好啊？我也不吵也不闹，因为我觉得，如果不爱了，为什么要勉强凑在一起？人千万不要不爱了还凑在一起，太痛苦了，各位。我现在看到很多夫妻天天吵天天闹，我会气笑，我会疯掉。我跟你讲，我要是陷入那种情境，我会疯掉。所以人生都是自己选择，选择就好了，自己选择了就安于自己的选择啊！不要在外面呢偷看啦，偷鬼刚刚想当想栽啦，哎呦，吃这个醋吃那个醋啦，他妈跟你有什么屁关系啊？啊！林万华，你也觉得王定宇有一个骗过一个？哎，我们怎么没有听过啊？那个跟你没关系啊，是没有骗你啊，你也没来骗过啊？你怎么都是骗别人，怎么没来骗我？你是在埋怨这个吗？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人家谁骗谁？有一种人就特别有魅力，他身边的女人是不断的。我跟各位讲，我从成年之后我就没有再追过女朋友了。我成年之后我就没有再追过女朋友。当然我的第一任老婆哈，我追得很辛苦啊，那个时候我追得很辛苦，但是我后面再也没有追过女朋友，都是你们女人来找我的。到今天为止，我告诉你，多少的海外全世界多少说，哎呀，我是你的铁粉啊，我要跟你见面啊，这是我的错吗？这是我的错吗？所以我跟你讲，不用去讲那些啦。你如果不是当事人，就不要管人家床上的事情啊！真的，拜托我朋友们，这点修养要有啦。真的，你怎么会觉得人家是谁骗谁不知道？这年头跟女孩子在一起，是你玩她还是她玩你？你根本就弄不清楚，好不好？这个世界谁跟你讲是一定是男人玩女人的？老早就已经不是这样了，好不好？可比克瓦30块短，谢谢。请问廖董对伊朗新的领导人又被击毙的看法？伊朗新的领导人被击毙，这事我还真不知道。新的领导人不是那个吗？不是那个亲美的吗？怎么又被击毙了？这个没有什么看法啦。这个他们内部还在乱，他们现在乱才刚刚开始。那个都是这一批人打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就打这一批人。等他打到最后，打到最后推出来那个就是最后领导人那个再讲了。就这种国家现在这段时间一定是乱的了，一定是乱的，那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好不好？
毕竟才开战几天，你说几天而已，你就要让他什么清理完了吗？没有那么快了，没有那么快哈。蒋经国外遇都不敢讲，你知道蒋孝文我靠不？你知道你们知道蒋孝文多可恶吗？他的那个公子啊，蒋家追了太子蒋孝文啊。1956年夏天，黄埔军校第28期，那个时候在高雄市第5厅，他为争抢舞女，拔出左轮手枪，对着天花板开火，砸了桌子椅子，还训斥殴打赶来的军警人员。军警好不容易夺下枪，把他护送走。中学时期玩弄蒋介石给的左轮手枪，误射卫士李之楚，他的卫士他的士兵李之楚，枪弹没击中要害，但李之楚留下了终身气喘的痼疾。蒋介石没有骂他，只说孩子好奇嘛。这话传开，蒋家里人更不敢管。1960年代到1970年代，蒋孝文酒驾无照驾驶，撞死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张惠云。他让司机陶景凡出面顶罪，私下送给死者家属20万台币了结。福利社女服务生疑似受他侮辱，上吊自尽，调查只指向他，但没有定案。在台电上班，他天天摆8桌酒席，陪女员工，逼女员工陪酒。同事私下叫他讲衙内，讲衙内。1968年，台北市长高玉树长子高承器和女友吴纯纯死在阳台阳明山别墅，现场枪伤痕迹显示互殴后被射杀，伪造成殉情模样。传闻蒋孝文介入，强迫追求吴纯纯，与高承器争执后开枪打死2人，布置现场。所以我讲哦，这些东西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了，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就盖就那杀人魔王，他没有后代，你知道吗？绝后了，绝后了。为什么？杀人如麻嘛，上帝在考验，在惩罚他。所以你看，你蒋孝文了，只有那个女儿蒋孝章，我跟你讲，其实下场都非常惨。现在号称是他们蒋家人吗？蒋孝严、蒋孝慈，或什么跟那个什么台北市那空安啊，这些都不是他的孩子，好不好？活下来都不是他的孩子，他的孩子根本没有一个活了下来。各位，你难道他那种强大到整个国家都是他的？他的儿子他的孙子杀人，他一个组织把他抹掉，还没来几来搞那个小孩子爱玩呢、这种畜生你们都不知道，我跟你讲，这你们第一次听我说，我有很多东西没说，因为还没来不及讲那些东西。他们那个家真他妈的邪恶到什么程度啊？怎么还在蒋经国是最好的吗？蒋经国是不是特务头子啊？他什么时候好了？蒋经国是杀自己人啊，蒋介石可能是战场上杀了很多人，蒋经国是杀自己的同胞，好不好？啊，你以为啊？我昨天讲的那个周习伟啊，他爸爸是什么？周书成，他是什么？都是这个警备总部那些专门在杀台湾人这些人的后代，所以这些人到今天什么？周习伟到今天还那副德性，你看得出来吗？你看出来？我只是个高级外省人，我就在统治你们了，你们台湾人贱命一条啊！周习伟到今天还这种态度，你们没有发现吗？我跟你讲，如果让我们让我们台湾党掌权的话，我保证，我的明的暗的我都要你这些人，明的暗的我都要你这些人来赔命。周习伟卖球掉，你卖球掉。我刚了，有一天呢，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很勇敢的台湾人当总统，那个时候他就什么都敢做了。没有办法啊，你让赖清德做，他屁都不敢做啊。赖清德呢，我升个00哦，霸王机器把安转，他都不敢做，好不好？是不是？对吧？那各位，你说这周习伟真的很讨厌啊，我也看他很恨这种人啊。可是我们台派执政18年了呢，变也背你，蔡英文背你，清调2年10背你啊，什么都没做啊，怪谁？对吧？
啊，我若是外星人，我嘛给你欺负啊！你们什么了不起？你们就是他妈贱命一条，都是一群贱民。他妈的，我们糟蹋你那么久了，你们当总统当了3届了，依然屁都不敢放一声。我若是外星人，我看你不够当了，我给你笑了，对吧？我跟我这样讲对不对？没有，不是没有给你报仇的机会啊，给你报仇的机会，你不敢报仇啊，笑死人哈。然后他们担心怕什么？哎呦，怕什么？惊东惊西，你别搞做总统。我跟你讲，你如果这么胆小，你当什么总统？妈，路边抓一个都做得比你好。我路边揪一个都做得比你好，我有骗你。对嘛？现在谁在乎绯闻？笑死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在这边讲王定宇的绯闻呢？而且在我们的群组讲，在这里也讲，喝酒的。林万华，我拜托你卖当家公司你王定宇绯闻好不好？你这是引导的代志，你是因某你是女主角吗？你是为什么？你是讲说，哎呦，你周奇伟为什么？那个王定宇为什么没来追我？是不是？你不要吃醋啦，跟你什么关系？他有没有在做他的立法委员的职责比较重要？妈，那个老男人晚上的性生活，你有兴趣知道吗？我他妈一点都不想知道。我跟你讲，老灰老高，他晚上跟谁睡？你那么有兴趣啊？我他妈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真跟你讲，拜托好不好？我拜托你好不好？成熟一点好不好？成熟一点。我的意思说，王定宇有没有绯闻，我根本不想知道。你在那边扯那些干什么？真奇怪了，哎。对呀，不是我幽默啊！他妈你这个老男人，妈的老爷爷，你们晚上跟谁睡？我他妈怎么会有兴趣知道呢？够奇怪了，这实在是哦。哎，除非你把它当回事啊，你都要有新幻想。你是不是对他有新幻想？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对他是没有什么新幻想，说他去跟谁睡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告诉我都不想知道，不要说我要去查了。跟你讲。笑啊，就个笑的无就无多啦吼。对啊，我常讲啊，人生啊，对这种事情啊，这种两性关系，我认为啦我认为有一个原则啦，你身体跟灵魂要有一个是干净的。我是认为这样就可以接受啊。什么叫身体跟灵魂有一个干净的？比如说男人，比如说像一些派驻中国那些台干的，那个李莎早会性欲最旺的时候，他老婆没在身边，你认为他不会去嫖妓吗？中国那个女人自己送上门，你觉得她不嫖妓吗？但是我就跟我们那朋友讲啊，跟每个人讲，你要以嫖妓的心情来这边找女人，我可以接受。你的灵魂要是干净的，我是嫖完妓发泄就算了，你不能跟妓女谈恋爱啊。所以为什么我常骂台湾人说，你们妈的娶回来都是这妓女啊？早期啊，2000年之前，台湾人娶的中国女人99%都是妓女，这是我最看不起的。我的身体跟灵魂要有一个是干净的，懂吗？你虽然是嫖妓，但是我灵魂我没有跟你谈恋爱啊，所以我灵魂是干净的，这可以接受，这可以接受。因为当你把你的老公放到去中国上班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一点了。男人没有人扛得住女人的诱惑，尤其是一去3个月，而且是中国女人自己送上门，要有这个尝试，这是不可能避免的。要避免就不要让他去中国嘛，这么简单的道理嘛。去了大家约法三章，你有本事跟你老公约法三章，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女人，这个精明透彻的女人。因为你让他3个月都没有碰女人，我跟你打死我都不信。可是就跟他讲说，来啊，精神跟灵魂要有一个，身体跟灵魂要有一个是干净的。什么叫精神出轨，但是你身体就不要出轨。你精神可以出轨，身体不能跟这个精神出轨同一起嘛？那你就什么？你把精神跟身体分开嘛？你分你就去嫖妓嘛？在中国妈晚上应酬嫖妓天经地义的事情，一点都不奇怪。这样的话，你们的家庭一定可以保持下去，
但你不要精神跟灵魂一起沦陷了，那就会发生一些人把妓女娶回家当老婆嘛。这叫做原则，好吗？各位，原则很简单啊，跟你的老公约法三章，事情就解决了。你敢这样跟他约法三章，我跟你保证，他就不敢乱来了。对对啊，你要给他一个出口啊，对吧？23岁少年囡仔有权有势，身体又好，你叫3个月没有女人，他会受得了？不要太高估人性，好吗？好，可不可以扣个30块短线？请问廖董国民党准备通过军购法案的看法？这个是必然的，就是美国的压力了嘛，是吧？而且不光是美国的压力，柯文哲在妥协嘛，绿白合已经快要成型，只是背后在运作，你不知道而已嘛。所以这些东西我一点都不担心。第一，美国会运作嘛；第二，柯文哲也在寻求活路嘛。我是全台湾第一个讲的哦。我支持有限度的绿白合，在法案上绿白合我是非常赞成的，对不对？好啊，可以啊，攻击靠白天啊，我在法上稍微放你一点点的，不是把他判无罪哦，你在背你该背你可不可以？如果我是总统，派人去跟他讲，你的8席先靠到绿来，我让你的官司从28年变8年。8年大概关4年就可以出来了，这个事情大家两清，你不用关到死。我跟你讲，你柯文哲马上跪下来谢主隆恩，我看你信不信？没有一个67、8岁的人面对28年的徒刑，他会无动于衷的啦。因为这样讲，这里皮就是个戏啊，死在里面了，不会出来了嘛。我如果还有一丝的希望，我还能再出来，哪怕关4年、5年吧，判个28年改判8年，我觉得够。可以的啦，为了这个国家哈，有时候人就是要妥协。各位，如果你这样妥协能力都没有，你说不行，我那人我那人多坏，不能放过他啊！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呢？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啊？我们的怎么办？国家的预算怎么办？我们的什么？我们那你军购要哪？那你国防预算要哪？投降吗？所以很多东西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个基本道理都要有。民进党不可能这么笨哦，我认为他不会这么笨了，对不对？这是要做些国家大事嘛。做大事者人不拘小节，拜托各位好不好？你要做大事呢，你怎么可以这么拘小节？哎呦，柯文哲不能放过他，没有放过他。我觉得这种人该关我你，因为差不多那个什么锋芒都没有了，我跟你讲，对吧？合理的。我没有判他无罪啊，我跟你讲，我没有判他无罪啊，我不公，但是一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方式可以让他圆满嘛。尤其是美国出去啊，我跟你讲了，这个事情会自然而然的走到我们设定那个局势了。那我们设定一直都很准啊，跟你讲，就准啊，你放心了。美国出手，柯文哲会妥协，这个我也讲过很久了嘛，是吧？不是我很会算，我不会算，这个就是直觉啊，这是人性啊，是吧？你要去往对的方面去想，往对的方面去做，不要在无效功的时候在那边做了半天嘛，是不是啊？这叫什么？浪费时间嘛，浪费能力嘛，浪费能量嘛。对啦，关个钱就疯了，不要紧啊！疯了上好啊，疯了就不用出来了，对吧？林志贤先生，你这男女的占有欲都是绝对的自私，能豁达看透了毕竟是少数。我只能跟你讲，因为你还没有长大，真的不骗你。因为你在讲，你这是人性。你还没有进入到我今天讲的什么天命神性这个阶段。首先你要先把男女关系先看透，男女关系看不透的话，你还在人性。人性没有不好，我没有说人性不好，只不过你还在人性阶段。我们真的这一辈子如果没有把自己的提升到神性的话，真的看你的这辈子白来了。
人生的意义什么？从小在问人生的意义啊！我现在早就找到人生的意义了。人生的意义就是把这一辈子修行的天花板成为下一辈子的地板，每一辈子都是这样。我让我们的修行，让我们的什么各种什么透彻啦，各种能量记在我们的八识田里面，带到下一辈子。这一辈子的天花板就是下一辈子的地板。所以很多人一出生就是天才，那是上辈子带来的。你他妈你上辈子都没有修，你怎么当天才？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是很笨的，我的智商不高。我先跟各位讲，你不要以为我智商很高，我智商如果高的话，我电算会学得很好。我觉得智商不高，可是智商不高，当你透彻之后，当你的人生走入一个透彻之后，你找到天命的时候，你的智商也会慢慢提升。我可以跟各位保证的，如果现在测智商，我觉得比年轻的时候至少要增加20分了，最少。我自己可以感觉出来，我现在学东西非常快。年轻的时候我很努力，我学不进去呢，因为智慧没有开嘛。所以智商可能真的，我发现智商还可以什么？可以靠觉悟来增加智商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只是讲这个哈，你讲那个是我讲你说的没有错啊。但是那是人性啊，人要跳脱人性了，要跳脱人性，进入神性了，否则未来的世界，马斯克讲10年内你的钱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啊！你没有钱跟没钱有同款啦，哎呀，这是马斯克讲的话，马斯克讲的话到今天还没有错过，好不好？然后他呢，医生没有用了，律师没有用了，写程式的都没用了，这些都 AI 可以取代。你看这两年而已啊！你如果有在用 ChatGPT， 有在用 Gemini， 有在用 Grok 哈，这三大什么三大 AI 智慧，我可以跟你讲，这2年的进步吓死你！我告诉你，很多人在用我们的后置，每一个都在用啊，这也是后置他们教我的啊。我本来就有 ChatGPT 啦，但是我才发现 ChatGPT 现在反而是最落后的。我跟你讲 ，Gemini 跟 Grok 了哈，这2个比 ChatGPT 还厉害，我告诉你，才几年啦，哈，才2年的时间啦，就连这个 AI 都已经翻天覆地在改变了。你现在问那个 GP 哈，你现在问他啊，他给你回答跟你以前完全不一样啊！我告诉你，我记得我前年去菲律宾玩的时候，那个教练帮我下载那个什么 ChatGPT 嘛，但那时候我没有很喜欢用，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回答还在模糊状态，没有很清晰。可是最近他们我们的后置叫我下载那个 Gemini 哈，跟 Grok， 我才发现惊死人，吓死人。那个已经可以跟你分析。上次不是有人在什么好像是 Gemini 上找廖金章，台商廖金章。他把我整篇写的，连我自己都敢吓一跳。哇靠，这个人比我还了解我自己，他都知道我讲哪些话哈。其实我内心我是在干嘛？我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我是要达到什么？他居然都能测出来。我那次第一次吓到，因为以前我觉得ChatGPT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个吹的太那个。我现在真的跟你讲。你现在跟我讲说什么未来医生啊、律师啦、什么城市设计全部要失业，我这一刻已经相信。马斯克的那个 Grok 更厉害哦，真正是2年的改变了哦，你都不知道说世界已经走到哪里了。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很多人听不进去的原因是什么？你没有感受到我讲的东西讲的迫切性。你没有发现这个 AI 已经来了，你以为说那个 AI 可能那种传说中的啦，那个 AI 都传说中了，搞不好要10年20年后，那个时候我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跟你讲错，来了 AI 就已经来了，已经来了。我跟你讲好恐怖哦，那个再聪明的人就聪明不过 AI， 我告诉你，而且AI 一直在进步。就他们不是中未来手术会 AI 来做吗？几万台手术型的 AI 机器人，其中只要1台做过，其他几万台全部同时有这个记录，有这个经验。以前是每一个人要做过一个手术，他才有这个记忆，有这个经验。现在不用，其中有1台做过，就是这个记忆做过这个手术，未来所有的机器都什么，同时有这个经验。
那个迭代之可怕的、我吓死你啊，各位啊！我今天讲这个题目是你没有感受到这个迫切性，我告诉你，不是我今天讲这个没有意义，是你还没有听懂。我真的我直接跟你讲哦，因为我真跟你讲，未来的世界，尤其像我这样隐形现在啦，我没什么事做嘛，我就成天在研究这些东西啊，然后做节目跟各位讲说我的体会啊。但是呢，就这人到今天还搞不懂，你是在讲真还讲假？让你的孩子可以下载一个什么 Gemini， 下载一个 Grok， 你就知道说，你问他什么事情，他给你回答，让你吓死你。你要用交费的，要付费的哈，这点钱不要省啊，一个月几百块不要省。你用免费的没什么用，用免费的没什么用，只要你用付费的，一个月1000块啦。所有的疑难杂症都可以问他，我跟你讲，所有的疑难杂症，但是算命不要，算命是假的啊！为什么算命是假的？他这个是统计学嘛，他统计学，他也不是电脑自己能做什么。你问他算命的东西，他是去抓所有算命师的东西来综合参考嘛。啊，算命师我认为没有一个准的啦，所以说我觉得算命师没有，也就为他资料的这些人都是假的。那 ChatGPT。那 AI 给你提供的，它也是假的，必然是假的哈。所以你什么都可以问，就不要去问算命的，因为那个他的资料不准哈。你每天都用啊，这么多人在用 Gemini 啊，哇靠！你看我们节目的观众素质高不高？我告诉你啊，现在你只要问一般人说你有没有在用 Gemini， 有没有在用什么，你就知道这个人水平在哪里。未来，所以我昨天在那个什么。我昨天在那个什么健身房，在里面在那考那个什么蒸汽房的时候，刚好一个教授，退休的教授，他认识我，我们这边聊了起来啊。我就说未来现在的世界，我那时候就在旁边有一些年轻人也在那边考嘛，我就说现在年轻人如果不懂得运用 Gemini， 不用 Grok， 我可以跟你讲，你的薪水绝对不会高，你绝对不会成为一个什么高阶的人。因为你都不知道现在社会在做什么，因为你年轻人工作如果没有办法，就算你现在没有办法接到高阶的工作，但是你至少知道世界的脉动是什么。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年轻人吃喝嫖赌，他妈这归刚刚打游戏，你都不知道，你连 Grok 你那什么 Jimmy 都不知道，你怎么当年轻人啊？各位，你的工作怎么完成？你怎么知道现在社会的趋势在哪里啊？拜托啊，拜托，对，是的，这位先生讲的没错。你小学3年级都在用 ChatGPT 查功课，要从小让他学习这种氛围嘛。我那个孩子啊，今年32岁了，我跟他32岁了。他小时候的功课就已经在电脑里面查。我那时候觉得，哎呦，这摆社会，现在社会的30年前的教育，我就觉得有这样吗？有这么快吗？但是我跟你讲，这一批从小就在电脑里面碰玩，所以我那个时候不是什么，我是电算系，我当然会，但是我就跟他讲，儿子啊，快点了，帮爸爸打一个报价单出来哦，帮爸爸做什么，他就很高兴，我赶快做，其实我会做了，但是我都叫他帮我弄嘛。那小孩觉得，我对家里有贡献的，你看爸爸都不会，我都会哦，这个给他们，所以我这细郎没有骂过孩子，很多年没有打过孩子，我说不，什么叫打孩子，笑死人了。什么洗白哥打孩子，我连骂都没骂过。你相信我这句话，我敢这样讲，我就敢接受公平。我孩子女儿我都没骂过。我们一直都是用鼓励的，所以你会发现说，一个优秀的孩子是需要培养的。各位，如果你现在当父母都还不懂怎么去培养，那是你的错。年轻的夫妻有的听我节目真的。你要用最文明的那一套去对待你的孩子，把所有的外面的不好的脾气放在外面，不要带到家里来。这样我跟你讲，你就能培养出你最优秀的孩子。孩子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他们从小就是在这种很文明、很那个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暴力，你知道，没有那个暴力之气啊。我们家的孩子很温和的，非常温和。Crystal 75块短了，谢谢。你用 GPT 比较多。但是我可以跟你讲GPT 不一定比较强。
反正我对 GPT 用的不满意啦，我不知道你们，但可能每个人学的不一样了哈。反正我是比较喜欢用 Gemini 的。对，优秀的孩子需要是鼓励才会有创造力，我从来都是鼓励孩子的。孩子放学，小时候放学，哎，今天开不开心啊？以前我还在台湾，就说小时候孩子小的时候，我是以前我是半个月在台湾，半个月在中国嘛，所以我跟孩子，其实我们是有陪孩子长大的。你不要有时候我在国外没有陪孩子长大啊，我们是有陪孩子长大的。我2个孩子他的同学我认识一半以上啊，回来他们讲，哎呀那个谁啊，那个谁怎么样，那我第二天送他去学校说，哪一个？你刚刚昨天讲的是哪一个？来，就跟他讲。所以这样的氛围下的孩子，他们人生充满了什么？充满了自信。我的小孩天不怕地不怕，所以以前我带出去，人家都说，哟，你的孩子好什么？好自在。哦靠，你这个称赞称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就是要培养一个自在的孩子。哦，你孩子聪明，你孩子漂亮，孩子那个我不在乎。你跟我说，你孩子好自在，他奶奶的，这个就是什么？我人生最大的夸奖，好不好？父母要有自己的一套，父母要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一套，然后才能带给孩子一个完整的什么逻辑思维。从小给孩子，我孩子小学的时候，我就把那个什么牛顿第一运动定律都讲得很清楚，讲过了嘛。他们至少对物理基本概念，对数学，对什么，他们是有概念的，所以他们很爱上课，你知道。暑假他们觉得爸爸好无聊哦，赶快上开学哦。我们以前是这快暑假完了，快结束了，快要开学了，难过的要死。他不是，他们两个说快开学，我好喜欢上学哦。这差别在这里啊，这就是你父母给他带来的，对任何事情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兴趣，不会觉得任何事情是恐惧，不会觉得恐惧，对，自在。孩子自在的话，是你人生最成功的教育。我可以跟你讲，希望我今天讲的能够让那些年轻人要生孩子的年轻人心中有一个模式，怎么去教育孩子，怎么当一个父母。我们都没当过父母啊，谁不是第一次当父母？但是都要学习。我光孩子的名字，我读了2本姓名学，觉得很好玩。人生怎么那么好玩？还会生出一个小孩，人怎么会生一个人出来？我觉得非常好奇，非常奇妙嘛。就好像觉得一个什么面团，所以怎么捏什么揉，要捏出一个什么人形出来。人生充满了意义啊！我充满了开心跟快乐，好吧？好，各位，不要做亏心事，然后照正途去走。有一天你会发现有没有钱真的没有很重要。那个你就是没钱在讲这款话。对了，我在钱财上捐的真的是比人家差了，这个我承认了。可是我也不缺钱用啊。那我这个命就是这样，我这个命格就是这样啊。我知道我的命格不会有什么钱啊。年轻的时候好不容易赚到钱，一下子在中国亏光了，所以我的命格不会有很多钱啊。可是我很满足啊，我没有不满足啊。我就这样，我干嘛有那么多钱干嘛？对，我就中国朋友说，你现在赚钱吗？我说不赚钱了。你不赚，做那么高兴干什么？我说我赚钱要干嘛？我说对啊，我都够吃够用就好，赚钱干嘛？因为我中国那个前妻这2天也跟我联络，说，你看你这样还不错啦啊。可是你最遗憾的是你现在也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说我赚什么钱？我够吃够用就好。所以我们的观念真的跟人家不一样。可能大部分人都觉得说你这没钱，别跟你讲啊。但是没关系，你开心你的，我开心我的哈。我们有不同的开心的方式，好不好？好了，时间到了，今天胡说八道一大堆。今天如果你听得进去了我觉得对你的人生反而比较有意义了。我每天在骂些什么人啊，柯文哲其实那个不是不行偶尔讲点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节目的特色。我知道一般人人生中的困惑是什么，我知道你生命中最该迫切去解决的事情是什么，不一定是赚钱的问题，好不好？这样的话，你能把这个东西融会贯通，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人生未来会充满了开心。你看规刚笑嘻嘻啊！我跟你讲，我一个人在这边，我一个人在家里
我看那点好笑，我会笑出声音的。我故意让自己什么毫无拘束了，让他什么，让他开心快乐什么，我绝对不限制自己。这样的话，真的很有意思啊，真的很有意思啊！我们未来要为这个国家做多少事情，你先要培养出人格健康的一群人，一群人格健康的人才有能力做这些大事情。相信我这句话。柯文哲、黄国昌那些人，他最大一个问题，他们不是能力的问题，是人格不健康。这些人从小在什么？我跟你讲了，柯文哲他们的妈妈已经是最阴暗狭隘的人教育出来了。黄国昌的父母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跟你讲，他们有这种人格特质，都是家庭教育出来的。如果他们的家庭教育，他们的父母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啊，很开朗的人啊，我跟你讲，不可能教育出这种孩子出来。所以不要以为你的什么，你人格缺陷跟别人没关系，你的人格缺陷会影响你的孩子，会影响你的孩子，这个是全世界最公平的。哎呦，这个人做坏事都没有报应，有谁都没报应，报应在他孩子身上。他没有养成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他养成比他还阴暗狭隘的人，那个你的这辈子就废掉了，好不好？好，感谢各位，谢谢各位的聆听啦。你也听得不少，你今天这一集把它忽略，我没有关系，好不好？我觉得我做完华裔的代志了，我希望给一般有帮助的人给予最大的帮助啦。这个也是一种什么？不要说启发啦，至少让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突然觉得，哎呦，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什么这样的思维的人，好不好？好，谢谢各位，感谢。